好消息 ，B2 大降价。之前航空界一直流传一个梗，一边是一架展开翅膀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黑科技飞机，另一边是跟这架飞机等重的实打实的黄金，你选哪一个？之前大多数军迷都会去选 B2， 买过 B2 的都知道，在90年代，一架 B2 能买将近3个和它一样重的金山。咱们先来看一组让会计当场心脏病发作的数据，一架 B2 的平均造价大约是24亿美元。注意，这是90年代的24亿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换算到今天，这玩意儿一架就值快60亿美元。由于最近黄金价格屡创新高，换成黄金仅需要36吨，我们的 B2 终于迎来大降价，可喜可贺。71吨的 B2 终于降价到36吨黄金，各位观众考虑来一下吗？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堆涂了黑漆的碳纤维吗？它既不能像战斗机那样在天上翻跟头，也不能像客机那样拉几百个人，它凭什么卖这么贵？是这架飞机里真的藏了什么外星科技？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个只有美军敢这么玩，只有美军玩得起的豪华入场券，看看这24亿美元到底花在哪儿了。要搞清楚 B2 为什么贵，咱们得先明白一个经济学常识，分摊成本。比如说，你设计了一款非常牛的手机，光研发就花了10个亿。如果你打算卖1亿台，那每台手机只摊了10块钱研发费。但如果你折腾了半天，最后只生产了10台，那每台手机还没开工，成本就已经1个亿了。B2 的项目总开支到了交付的时候，已经滚雪球滚到了约450亿美元。而这其中，光是前期画图纸、做风洞实验、研究隐身材料、写飞控软件，就烧掉了整整230亿美元。23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在那个年代，这笔钱相当于好几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年 GDP。而对于 B2 来说，这笔钱只是他的一张入场券。也就是说，不管诺斯罗普公司最后是造了100架，还是只造了1架，这230亿美金都已经打水漂了，回不来了。这时候，让 B2 最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在80年代初，冷战正打得火热，美国军方当时是这么算的账，一口气下单132架，230亿研发费摊到132架飞机身上，每架分摊不到2个亿，再加上零件钱、人工费，单价虽然贵，但还在承受的范围内。结果呢， B2 还没大规模开工量产，苏联解体了。你想象一下，你在游戏里疯狂囤兵造装备，鼠标键盘敲到黑烟，正当你一切准备就绪，要和对方一决高下的时候，对方投了。敌人太菜也是一种错呀。苏联解体后，全美国的纳税人都在欢呼，最大的敌人没了，咱们可以把钱拿回来搞建设了吧。政府想了一下，确实啊，苏联都散伙了，我还要这种能神不知鬼不觉飞到莫斯科扔核弹的怪兽干嘛？于是订单开始往下砍，从132架直接拦腰斩到75架，最后更绝，干脆停在了21架。这下子数学开始展现它残酷的一面了。原本指望132个人凑钱买的东西，现在只有21个人出钱，那每架飞机的摊派费瞬间从2个亿瞬间飙升，这就是为什么 B2 的单价会变成24亿美元的原因。有人称这笔钱是美国的研发债，足够给美国的所有大学生交够学费。说是债，那也得拿出来这个钱，也得舍得这么花钱。这笔钱是世界第一的门槛，是美国维护民主世界秩序的基石。想来挑战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先把钱磕到位吧。那你可能会问，这230亿到底是怎么花的？难道设计师的铅笔是用钻石做的？还真别说，研发 B2 的过程，设计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未必比钻石便宜。那是当时世界上最聪明、最前沿的一批人掉光头发的研究成果。首先 B2 采用的是极其罕见的全飞翼布局，你看它的样子，没有尾巴，没有竖着的安定面，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回旋镖。在航空动力学里，这种形状是极其不稳定的。如果没有电脑帮忙，这种飞机一上天就会像一片被风吹乱的落叶，左右乱晃，甚至原地翻滚。为了让这个回旋镖能稳稳当当的飞，工程师们必须开发出一套当时最顶尖的电传操控系统。那时候可没有现在的智能手机芯片，工程师们是在用80年代那种计算力，还不如你先在家里微波炉的计算机去写出每秒钟调整记忆控制面几百次的复杂算法。为了测试隐身性能，美国人还盖了个巨大的微波暗室，请了几千个最顶级的科学家，天天研究了一大波，是怎么在不同材质上折射和吸收的。这些钱一分一秒都在燃烧，所以当你看到一架 B2 划过天空，你看到的不是一架飞机，你看到的是21个身穿金甲的护卫，将美国拱卫到那世界最强的王座。
如果说买下 B2 是一掷千金，那后期的维护简直就是日产日清的碎钞机。说白了，这架飞机不是买回来打仗的，而是被买回来伺候的。在空军后勤人员眼中， B2 并非普通的作战平台，它是具备顶级贵族的血统的公主。这种天生的高贵感意味着它必须在极其考究的环境中保持巅峰状态。我们先聊聊它那身让雷达看不见的黑色礼服，这层皮肤专业术语叫锡箔涂层。很多朋友觉得这不就是喷了一层高科技油漆吗？完全不是，这层涂层更像是一种精密的带有磁性的复合材料。它不仅仅是覆盖在飞机表面，它还要负责填平飞机的所有缝隙。你要知道，在隐身技术里，任何一个凸起的螺丝钉或者两条装甲板之间细如发丝的缝隙，在雷达波眼里都像是一面巨大的反光镜。所以 B2 地勤人员每天干的最多的活就是补缝。他们要用一种特殊的类似腻子的胶状物，把飞机上成千上万个紧固件、舱门缝隙一点点抹平，然后再贴上特制的胶带，最后还要用精密仪器测量表面平整度。这身皮肤有个致命的硬伤，它极度敏感，它怕雨水冲刷，怕烈日暴晒，甚至怕空气里的湿度太高。如果 B2 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多待几天，那层昂贵的涂层就会像老房子的墙皮一样开始起泡脱落。一旦涂层破损，这架价值24亿美元的战机在雷达屏幕上就从一只小蜜蜂变成了一头大象。为了保护这位娇贵公主的外衣，美国人要给 B2 盖5星级酒店。普通的战斗机像 F-16 或者苏27，平时停在水泥停机坪上蒙个布就行了。但我们的小公主不行，她必须住在特制的环境控制机库里。这种机库造价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美元，里面装满了功率巨大的空调和除湿系统，必须保证里面的温度和湿度像实验室一样恒定。可以想象一下，在寸土寸金的海外基地，为了让这几位祖宗能出任务，美军得先砸钱盖这种恒温机库，甚至为了让它能在关岛这种潮湿的地方部署，美军还专门研发了可移动的充气式恒温帐篷机库。这种帐篷本身的价格就能买好几辆顶配的法拉利。接着我们算算它起飞之后的账单，目前 B2 每飞行1小时的成本大约是17万美元，这还只是飞机折损、油钱和基础维护，没算弹药钱。B2 出一次任务通常是不会在海外降落的，它会从美国本土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跨越太平洋或者大西洋，中间经过好几次空中加油，炸完目标再直接飞回美国。这种全球快递的任务一飞就是30到40个小时。我们来算个数，17美元乘以30小时等于510万美元。这意味着飞行员在天上飞一圈，地面上相当于烧掉了一辆全球限量9台的兰博基尼毒药。飞行员在座舱里喝口水的功夫，几万块钱就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变成烟了。地勤人员常开玩笑说， B2 发动机喷出来的不是热气，那是碎成沫的美元钞票。而且 B2 的维护时间比高得吓人，它每飞1个小时，地面上就需要约50到60个人持续工作50个小时来伺候它。也就是说，飞行员在天上爽了1小时，地下有一支小型军队要忙活2天2夜。这种烧钱速度让它成了美国空军账本上最厚重的一笔开支。但你别忘了，这是美国空军，他会做这种投资大回报小的事情吗？既然养他比养一个航母编队还费劲，为什么美军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舍不得让他退役呢？养这21位祖宗，每天睁眼就是几百万美金的损耗，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送进博物馆，省下这笔钱去多造几百架 F-35 呢？这就是我们要聊的第4个关键，战略价值。算 B2 的账，不能只知道它比黄金贵，还要知道如何去算一笔大账。在美军的武器库里，大部分飞机是用来过日子的，或者是用来打群架的，但 B2 不同，它是专门为全球总决赛准备的。美国空军对它的定位非常冷酷，它是用来一击必胜的。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今天美国想轰炸一个防空网极其严密的目标，比如那种到处布满了最先进防空导弹，到处是反隐身雷达的硬骨头，如果你派普通的轰炸机，比如大铁鹅一样的 B-52去，那基本上就是在给对方送战绩，飞过去一架掉一架，机组人员连写遗书的时间都没有。如果你想用普通的第4代甚至第5代战斗机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得准备一个极其庞大的打击包，你需要电子干扰机在前面开路，需要几十架战斗机护航，需要加油机在后面跟着，还需要预警机在天上盯着。这一大群飞机黑压压地飞过去，后勤压力大得惊人，而且目标太大，敌人隔着几百公里就准备好迎客了。但 B2 不需要这一套，它玩的是单刀赴会。一架 B2 从美国本土起飞，不需要任何护航，不需要电子干扰机打掩护，它就像一个身穿隐身衣的刺客，悄无声息地摸到敌人家门口，
把炸弹扔进烟囱里，然后雷达屏幕上依然是一片雪花，什么也没看见。这种单机执行任务的能力其实省下了巨大的系统性成本。你看着它1小时飞掉17万美金，但如果你出动一个50架飞机的机群，那油费、保养费和风险成本加起来可能比 B2 贵得多。另外 B2 提供了一种叫全球到达的独立性。美军在全世界有很多基地，但这些基地是受当地国家限制的。如果美方想从某国的基地起飞去炸另一个国家，当地政府可能会因为政治压力不让你飞，这时候基地的价值就归零了。但 B2 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他常年驻扎在美国本土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只要白宫一声令下， B2 从美国中部的操场上起飞，经过几次空中加油，它可以直接轰炸地球上任何一个坐标，然后再飞回美国吃晚饭。这种不依赖海外基地、不依赖外交许可的作战能力，对于一个超级大国来说，那是真正的底气。这种独立自主的战略筹码，用黄金是买不来的。再算一笔最狠的账，防空系统失效成本。假设一个对手，他为了防备美国的空袭，花了30年时间，砸进去几千亿美元，修了一道漫长的雷达防线，部署了几万枚防空导弹，这几乎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基。而 B2 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这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在一夜之间变成废铁。当你发现你花了全国财力造出来的雷达根本看不见对方飞过来的轰炸机时，整个防御体系在心理和物理上崩塌了。这就像是花了大价钱装了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盗门，结果人家是重装刺客，把墙打穿了进来的。这时候你还觉得24亿美元一架贵吗？用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去废掉对手几千亿美元的防御体系，这在战略博弈上的高效率非对称打击，正是美军作为全球霸主独享的红利。B2 不需要真的去炸掉每一座工厂，它只需要停在那里，甚至只需要在新闻里露个面，它就能让对方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都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如果那架看不见的飞机现在就在头顶，我该怎么办？这种让对手产生不安全感的威慑力才是 B2 最核心的账单。它不是用来炸鱼的，它是用来保证我想打你的时候，你连盾牌都举不起来。为什么美国人宁愿压缩其他项目的开支，也要保证这21位祖宗能随时起飞？因为在大国博弈这张牌桌上， B2 就是那张一直扣着不放的王牌。只要这张牌在手里，对方就不敢梭哈。那么 B2 有了，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出一款成本低一些的 B2 呢？ B2 虽然很强，但它确实是冷战那个不计后果追求极限的时代的产物。现在的美国空军也意识到了，如果再造一种 B2 这样20多亿一架的飞机，性价比就比较低了。所以他们搞出了 B21 突袭者。 B21 长得跟 B2 很像，但它最大的卖点是便宜。美国人希望把单价控制在 7.5 亿美元左右。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 7.5 亿也是天文数字，但跟 B2 比起来，这已经是打3折的廉价版了。为什么能变便宜？因为技术进步了，现在的锡箔材料更耐用，不再需要娇贵的空调机库，现在的计算机设计更成熟，研发费摊得更薄。但这并不代表 B2 的地位被取代了。 B2 将永远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一个图腾留在历史上，它代表了那个不计代价、不计后果，只追求超越物理极限的巅峰时代。它是冷战最后的余晖。它告诉我们，当人类集中一个超级大国的全部财力和智力去追求一个极端的军事目标时，到底能造出多么伟大、多么疯狂的机器。它是人类制造过的最昂贵的单体武器之一，也是至今无法逾越的烧钱天花板。下次如果你在照片或者视频里看到那个扁平的像外星飞船一样的黑色影子，请记住，那1秒钟划过天空的不是铝合金和复合材料，那是流动的黄金，是燃烧的国库，更是那个疯狂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珍贵遗产。好了，关于 B2 的烧钱账单今天就聊到这儿。你觉得 B2 和 B21 谁会更强呢？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别忘了点赞关注，咱们下期见。